各位好，我是 Spike，今天是我们的 Apple Store Day，继续聊 Apple Store 的区域和职位。这次呢，我们聊一个在 Apple Store 大名鼎鼎的区域，叫 Genius Bar 天才吧。那首先解释一下 Genius Bar 天才吧这个名字啊。那以我的频道的调性呢，肯定要从翻译说起。Genius Bar 本身是一个全球化的名字啊，就是不管你在日本、韩国、东南亚啊、欧洲啊，吉尼斯吧应该是都叫吉尼斯吧的。我虽然没有那么较真儿，挨个的去考证过啊，但基本上从官网上我们经常访问的那些主要国家来看，吉尼斯吧和 iPhone 一样，都是属于不翻译的一个专有名词。那在中国呢，它的本土化也是像我们很多的 iPhone 内置 App，比如说 Safari 浏览器啊，Pages 文稿，Keynote 讲演，就是这种啊，注册商标，还有这种专有化的名词还是不翻，但是为了更好的让中国本土的英文不好的用户，或者说对除了中文以外的语言有抵触情绪的用户，更加的能够有亲和力一些，那我们就在这个注册商标的后面再加一个中文，把它给翻译一下或者给解释一下。那天才吧也是这样子啊，你看到简体中文的这个官网上面，它是永远并行出现这两个字的。但凡提到 Genius Bar， 永远在简体中文网页上官网，我们说最正规的就是官网嘛，就是 Genius Bar 天才吧，连着说不只说天才吧，也不只说 Genius Bar。但是这个对我的观众来讲呢，更重要的是你要了解 Genius Bar 是什么意思。它这个真的就是一个硬翻啊，硬翻过来的。因为 Genius 这个英文单词就是天才的意思，然后呢 Bar 呢就是吧台啊，那 Genius Bar 翻译过来呢，可不就是天才吧吗？但这个名字其实本身就有很多的西方元素在里面，就是像我瓜子泡茶听 iPhone 啊，这个本身就有很多的东方元素在里面，你没有办法直接的把我这个瓜子泡茶翻译成英文，翻成英文他们也不太能听得懂，就是它是一个意境的原因，因为西方人可能不太会明白说瓜子跟茶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能说明什么。首先知道茶的人应该是蛮多的，但是跟中国的茶也不太一样。那瓜子有多少人知道就不确定了，而且瓜子怎么翻呢？而且瓜子西方人的吃法跟中国人也不一样，所以这整个的意境会完全不同。所以我在我的这个频道当中，我之前说过一次啊，我翻译的就是这个咖啡时间啊，坐下来喝咖啡，那这个就完全懂了。那这个天才吧就是直接翻了，所以这个因为西方文化的入侵嘛，是吧？对于中国大陆的用户来讲，对于酒吧，对于吧台，应该你说你完全不知道它干嘛的，这个也不太会啊。而且反而呢，这个是一个比较时髦的说法。你比如说原来的银行那个柜台都是高高在上的，是吧？在早年就是典当的时候，那个柜台都是一人多高，你这个来当东西的话，你要抬头看，都不一定能看到上面的人是谁。那上面那个人要这样看你一眼。那就是这个吧台呢，其实随着我个人认为啊，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就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以至于现在你看很多的这个注重服务的公司或者企业，都干脆就不做这个高的吧台，或者是这你从银行就看得出来嘛。银行那个柜台虽然它是有隔断的，有玻璃隔断的，但是它那个石头或者砖头的那个台子，其实也是越来越低了。而且很多银行在这个顾客的这一边也开始放座位了。那你既然让顾客坐，那你这个桌子就一定要符合坐姿的这个高度，那肯定比站着要更低一点。那更好的一些呢，其实就完全不用吧台，就是用普通的一个桌子，方桌、圆桌或者会议桌这种，我们就坐下来平等的去聊啊，就是体现了一个平等。那在今天这个节点，2024年的10月份这个节点，我要看一下日期才知道几月。
去聊吉尼斯 bar 这个 bar 的这个概念，其实你现在再去吉尼斯 bar，不管你去新的零售店还是比较老的经典零售店，都不太能看到 bar 了啊。我还记得我在离职之前，前好几年了，具体哪一年我实在记不得了，就是我们还启用了一个告别吉尼斯 bar 的仪式哈，就是吉尼斯 bar 原来真的是传统零售店，在我入职那个时候，真的是有一个高高的 bar 的。然后那个时候真的像酒吧一样，在那个 bar 的前面，员工是站在里面，是站着没有座位的。然后在 bar 的前面，顾客那一边呢，它是放着高脚凳。哎，你看这个是不是就是更像酒吧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词的来源。因为在西方的英语语系里面呢，一提到这个 bar 呢，你最先想到的其实就不是说维修。我的产品坏了，然后我很生气啊，我来找个说法讨个公道。你想到的不是这个，而是咱们一起去放松、欢乐一下、交朋友的地方啊。那所以吉尼斯 bar 它作为一个大众看来是属于售后和产品维修的这么一个地方，起了一个名字叫吉尼斯 bar， 带了一个 bar 在里面。其实就是暗含着希望顾客觉得你要放松下来，这个地方并没有那么浓的火药味儿，我们是希望跟你建立联系、交朋友的这种感觉的。那就是因为这个才起了这个名字，但是这个呢，就是在意义上面，不太能那么直接的切中中国语境、中文语境下的这个人心，特别是简体中文下面的人不太能够切得中，除非你是一线城市啊，就是跟这个西方文化比较贴合，那你可以明白背后的意思哈。那这个是关于我们说的这个 bar 啊是怎么来的。那其实现在你到零售店里面已经都是桌子了，bar 因为都拆掉了嘛。也是与时俱进的一种改变。你去吉尼斯 bar， 虽然它位置还没改，名字还没改，但是你去的时候，接待你的这个员工，和你也都是并排坐，或者是坐在一个桌角，就是像一起出去吃饭一样那种感觉啊。都是桌子，就是普通的桌子，也不是高脚的啊。这个是 bar， 那么 genius 呢，就是天才的意思。那这个名字呢，其实是源于，我觉得是，你可以说是 Apple 的基因，你也可以说是当年 Steve Jobs 他，对自己公司的一种定位吧，就是天才嘛啊，因为大家如果看过这个最著名的1984那个广告的话啊，应该跟这个就能联系起来。包括我的职位，最早现在也叫 Creative， 但是当时最早的时候，我们的工牌下面。上面写自己的名字嘛，工牌上写自己的名字嘛，名字的下面就把职位也写上去，人叫 creative。后来好像是觉得这样有点太高傲自大的感觉，是吧？自己管自己叫 creative， 而且是一个发明的单词，你就是那么样的有创造力的感觉，是吧？所以就后来改成 trainer 啊，就是这个就好一点了，就培训师。但其实培训师这个东西一直不太符合 Apple 的这个对于Creative 这个角色在零售店当中的定位。那至于 Apple 的定位是什么呢？那我们讲到相关的这个区域的时候再跟大家聊。今天我们还是回过头来专注的聊 Genius Bar。我不知道 Genius Bar 这个名字之后会不会改啊？因为按照现在的硬件来讲，已经没有 Bar 了，对吧？ Genius 也还在，但是 Bar 没了。但对于大部分这个用户来讲，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售后。我跟大家讲2个故事吧。第一个呢，就是我听到的啊，就是有一些关于科技行业的开零售店这件事情的一个说法，特别是开卖手机店的。就是说你除了很小的那种街边摊啊，那稍微上规模的一点的店呢，你很难看到售前跟售后给你放在一起的。因为为什么呢？首先我觉得他们都不是真正的直营店。那既然我只是负责销售，我只是一个经销商，可能我的这个公司的业务当中也代理了品牌的维修，但是呢他不太会，作为经销商来讲啊，他不太会把销售和售后放在同一个区域。
因为他天然的会认为，如果这样的设置一家店面，会让刚刚进来还没有买手机的人，你比如说你今天开开心心的想去买某一个品牌的手机，你进到他家店之后，一看，哎呦，怎么这么多人在那儿排队啊？看来这家店的手机非常受欢迎啊，突然觉得自己来对了。可是呢，当你跟店员聊了之后，你会发现销售的区域在这边，排队的是在那边。那么你好奇的问，那边同样是在你们店排队，那是干嘛呀？人家店员会告诉你啊，那个是来维修的。那你突然心里就凉凉了，是吧？你会觉得，哎呦，这我还买不买啊？这么多人排队维修，你想想看，这个是不是一个人之常情的一种逻辑？所以你很少会真的是这样的。这虽然是我道听途说啊，但是我相信这个是一个普遍现象啊，就是很多的经销商他是不太会把售后跟售前放在一起的，就是担心会影响售前体验，因为大部分的用户还是冲动消费嘛。这不冲动消费的人是反人性的啊，是反人类的。冲动消费的人才是正常的人类啊，这个我们必须把价值观先明确了啊。所以冲动消费是正确的，理性消费呢是有点毛病的，就像我这种，就是我觉得有点毛病。那我觉得我还是保留了一些冲动的这个因素在里面啊。这是另一个话题。所以在 Apple 的官方直营店，它就会给你把这个售后跟售前放在一起。那这个有人说是一种胆量啊，但是从我个人来讲呢，我不敢说代表 Apple 啊，不管我是不是 Apple 的员工，在这些问题的理解上，我都不敢说我代表 Apple。即便是我是 Apple 的员工，我在做一些内部的员工培训的时候，跟这个新来的同事去讲，我也不敢说我是代表 Apple， 我也是说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因为这不是公司告诉我的。那我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对于 Apple 来讲，他可能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对于很多经销商来讲，他明确的知道，我开店就是为了卖东西赚钱的，我代理你的产品是因为你的东西好卖，那我代理你的，我开了一家店，我是为了尽快的把你的东西卖出去。我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帮你卖东西，而是为了给我自己赚钱。是因为我自己不生产东西，但是我销售又比较强这一块，我对这个行又比较懂，所以我开一家店去帮你卖东西。那其实我作为一个代理商，我可以选择卖你的不卖他的，啊，那我为什么卖你的不卖他的呢？因为我觉得你的东西比较好卖啊。它的核心还是一个去销售的这种理念为主导的，所以但凡影响销售、影响到他获取利润的这种做法，其实他都会非常的谨慎。这个我觉得是完全正常也正确的，人之常情，没有什么对与不对啊。但是为什么 Apple 敢把售前售后放在一起？我觉得他就没想这个问题，因为 Apple Store 它不是一个经销商，它是 Apple 这家公司自己直属的一个零售店。那么 Apple 考虑的是什么？怎么样服务好顾客？怎么样？就是你看 Apple 的硬件产品设计部门，它考量的是我设计出的产品怎么能让顾客喜欢。那软件部门它考虑的是我设计出来的软件怎么样人性化，让顾客喜欢。那零售部门呢？零售店呢？同样呀，他考虑的也是我这家零售店怎么设计能够让顾客喜欢，让顾客解决问题。所以你会发现 Apple 一脉相承的东西是他永远把怎么才能服务好他的用户，服务好他的顾客，让顾客喜欢作为第一要素。那如果把这个作为要素的话，你把一家零售店开在某一个社区，开在某一个商圈，你说我是不是应该一站式的服务？我是不是应该全方位的服务？当然是。所以其实这个又谈到了很多时候我们说学习啊，一个公司在这一方面做得很好，其他公司来学习，其实很多时候你学的都是一个表面，很多东西他这么做你不一定学得来。比如说我们说之前的这个海底捞，比如说我们说近2年比较火的胖东来啊，都是这样。你看多少超市去胖东来学习，真的是有几个能够学会的吗？你不要说其他的超市去他那里学习了，就算胖东来跟永辉吧，还是跟谁跟他合作，我都打个问号，那个合作的店是不是能够完全把胖东来的这个经营理念贯穿下去？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你想要用价值观来去
笼络，就都不能那么说，因为价值观只能是被吸引，而不能是没有办法笼络，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个人理解的，为什么说 Apple Store 把售前跟售后就放在一起。虽然我经历的我的工作经历当中有太多的用户在购买之前就在问我同样的问题，说哎你们那边怎么那么多？然后我记得我在有一期 Apple Store 的节目当中，你们可以回看啊，我还聊到了，就是遇到了一个来自鸿海公司的顾客，就是鸿海是 iPhone 的这个代理商，就是富士康的母公司嘛。就是他是生产 iPhone 的，然后那个人来到我们店之后，一看那个吉尼斯 SPA 那边排队的这个顾客，他跟我说的同样看到排队是吧？那他跟我说的就是怎么只有这么点人排队？我就很惊讶，我这个故事再讲一遍，不好意思，非常有那个代表性嘛。然后我就很惊讶的问他说：“哎，其他用户都觉得你们怎么这么多人排队，产品质量这么差呀？然后你为什么觉得排队的人还少啊？你是干嘛的？”他说：“哎。”他就说我是鸿海的，是吧？然后我就明白了，他说他马上就说他的观点，他说那你得看你们这东西卖了多少台呀？你看那专业的跟非专，我们说这个懂行的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这就是明确的就是表现出来。你不懂的不在这个行，你一看啊那么多维修的你就不买了，但懂行的知道它故障率是多少，他卖了这么多台，你说 iPhone 卖了上亿台，你这一家店才有这么10几个人排队，他就觉得这良品率也太高了吧，这个品牌太棒了，是吧？所以这个你看就是这个角度，所以这个聊到这儿，我又想到，其实一个品牌好与不好，很多时候都是由少量的一些专业用户先带起来的。你看现在这么多人用 iPhone， 觉得 iPhone 好，其实他们真的是明白 iPhone 为什么好吗？不明白呀。所以为什么我做 iPhone 系列节目也是这个原因。那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买，因为他们听专业用户说好。其实每个行业都是这样子的。那我们聊回吉尼斯 SPA 啊。那吉尼斯 SPA 首先是这个售后跟维修的地方，这个大家都明确了。那你现在进到一家零售店去找哪儿是吉尼斯 SPA 呢？可能你已经看不到这几个字了。你最好的高效的找到的方法就是问门口的那个人。你去问他，我想看一下吉尼斯 SPA 在哪儿，然后你去看，你也看不到 bar 了，跟其他地方一样，就全是桌子。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吉尼斯 SPA 的这个桌子呀，它上面一般来讲，要么是不放产品，要么是放的非常少。你就看到这个区域呢，大家都是员工跟顾客坐在一起在聊天，也没有买东西，也没干嘛。那大概率上这个是吉尼斯 SPA。也有可能是私人设置啊，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聊。还有一个小的区域，但吉尼斯 SPA 是一个大范围内的，可能连着3、4张桌子，在中国比较大的直营店里面啊，3、4张桌子或者是6、7张桌子都是就是大家坐在一起的，而且有的时候个人设置跟吉尼斯 SPA 可能会混在一起就是没有任何的分界线，就是只有员工才知道哪里是，那这个你就只能问了。所以这个也是很多顾客吧，到店里的顾客，有的时候有点体验不好的地方。那我就是这种顾客，我第一次到 Apple Store， 我就是因为这个体验不好，因为它没有任何的指示啊，很多地方都是需要你去问员工才能够明白我现在在哪儿，我要做的事情在哪里能够解决。如果你不问员工的话，你只想通过这个自己去观察指示牌啊什么的去找到相应的位置，非常的难。那其实我刚一开始也非常的不理解，但是到蛮后来的，我理解了，我有一点理解这个用意了。也就是说，你来到 Apple Store， 其实它的设计呢，就是希望你能够张口去跟员工说话，因为 Apple 始终觉得 Apple Store 工作的这些员工才是真正的财富和灵魂所在，那些产品呢，只是捎带着的。你如果作为一个用户，你如果是我，如果想让你去喜欢一家店面、一家零售店，而不仅仅是喜欢这个店里面卖的这些产品，你听明白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开店的理念啊。就大公司它开直营店，它可能更希望的是你喜欢这家店，而不仅仅是喜欢这个产品。不是说不喜欢产品，产品也喜欢，但是它会把我为什么有一个观念一直跟大家强调，我说 Apple Store 零售店也是 Apple 的一个杀手级的产品啊，跟 iPhone 是并列的。
我甚至可以这样认为，我为什么一直它也是一个产品，就是基于这个观念。Apple 设计零售店，其实像设计一款硬件产品是一样的，它也希望用户能够直接因为喜欢 Apple Store 而喜欢。那我在工作的时候确实遇到一些对 Apple Store 比较熟悉的老顾客，他们每一次到访真的就是喜欢这家店，而不一定是消费。很多时候消费可能是顺便的，没打算买东西，就是想来这家店里看看啊，看看这家店里面他熟悉的员工，聊聊天，然后可能聊到什么了，顺便买一点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一个对 Apple Store 的经营理念的诠释吧。我个人认为啊，再次强调，那如果是让你想要喜欢一家店的话，那店里面什么最重要？你想想看，硬件设计、桌子的摆放、装修材料、灯光照明是什么？其实都不是吧，就是店里的员工，店里的人。所以如果你到了一家 Apple Store 零售店，你从进门逛了一圈到出门没有跟员工说一句话，那就等于说是你从一个手机店旁边走过去，你没有拿起 iPhone 摸两下，就这种感觉啊。所以其实它这个设计呢，是会让刚早年的我，第一次到 Apple Store 的我也有点觉得心里甚至有点小气愤啊！这什么店啊？连个厕所都找不到，就连指示牌都没有，非得找你们问啊！你们又忙得跟狗一样的，这找个人可难了，会有这种感觉。这就是我说 Apple 特立独行的地方嘛，就是你一旦进到它这个文化圈子里面，你会觉得很舒适，但是如果说你不在它这个圈子里面，你会觉得很难受。我还记得我做 Mac 的节目，就有观众留言说 Mac 不舒服，还是 Windows 舒服，这种感觉我非常非常理解，太理解了，因为我就从这个地方走过来的嘛，那确实就是这样子。那这是后话，对吧？我看看时间，21分钟，我要说回吉尼斯8。你知道这个是我们这个节目的我个人认为啊，这是我最精髓的价值所在啊，就是说是聊吉尼斯8，但是都是聊些不知道聊点啥。但是我觉得聊天节目就是这样，好玩的东西都是在那些主题以外的内容。好，聊回吉尼斯8哈，吉尼斯8该聊啥了啊？在吉尼斯8这个区域当中工作的员工，他的职位呢就会比较多。早年啊，这个吉尼斯8，早年的吉尼斯8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区域，它是一个子区域。在我刚入职的时候哈，吉尼斯8它是属于 Family Room， 哎，你听这个名字啊 ，Family Room，Family 家人 ，Room 房间，就是你一旦进入到这块区域呢，就好像进入到我们一家人的一个房间里面的一样的这种感觉，是这么一个区域。在 Family Room 下面分为2块，一个是 Genius Bar， 一个是 One to One。那这个是我之后还会再讲的 One to One 这一块啊，所以当年的 Genius Bar 是隶属在这个里面的。Family Room 下面有 Genius Bar 和 One to One。那因为现在 One to One 被拿掉了，变成了 Tonight Apple， 而 Tonight Apple 呢又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区域。大屏幕，对吧？这个是，但是最新的零售店也又不用大屏幕了。这个我们讲到这个 Tonight Apple 的那一趴，我们再讲。那么吉尼斯8呢，也没有必要再套一个 Family Room 的壳了，所以 Family Room 就拿掉了，然后放在这里，直接把吉尼斯8放在这里面。所以吉尼斯8里面的员工，当然最顶级的啊，吉尼斯8里面的老大员工就是 Genius 啊，他的职位就是 Genius。你看哪一家公司的员工给他一个职位说你在公司什么职位啊？我在我们公司的职位叫天才，是吧？这个写这个就是简历啊，对吧？对，写简历的时候写出来，人家知道的行。如果你 Apple 是一家小公司，人家看到会笑死啊。跟 Creative 是一样的，就是一个疯狂的公司哈。我在原来一家公司工作，我的职位是天才，是吧？所以 Genius Bar 最高的职位是 Genius。Genius 它其实主营业务是专门负责这个 Mac 的，稍微多一点的目前来讲是这样啊，因为早年呢是没有 iPhone 的，刚开 Apple Store 的时候，其实只有 Mac 在销售，还有 iPod 嘛。所以那个时候不牵扯到 iPhone， 那么就是 Genius
直接负责所有的东西。但后来 iPhone 单独竖起来一个山头了，那这个时候修 iPhone 明显比修 Mac 的要多得多得多。那所以这个时候呢，经历了一段过渡期之后，到目前为止，修 iPhone 的是专门的一个职位，叫 Technical Specialist 或者是 Technical Expert。你看这个就是跟上一期我们讲的 Product Zone 啊，产品区相结合起来了。因为产品区是 Specialist， 所以在 Genius Bar 呢就是 Technical Specialist。Technical 就是技术啊，技术专家，那个是专家，这个是技术专家，他专门就是负责一些从移动设备开始 ，iPhone、iPad 开始。那如果你再高一档呢，在 Product Zone 我们有 Expert， 就是高于 Specialist 的啊，就是更专业的专家了。那么这个在 Genius Bar 呢，就是 Technical Expert。那这两个职位其实都是最主要接待一些移动设备的顾客，然后 Genius 呢，就是目前来讲哈，接这个 Mac 会比较多一点。但是在早年呢，其实是没有这个 Technical Specialist 和 Technical Expert 的，这个是早年是没有的。在我刚入职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个的。在那个时候叫什么呢？叫 Family Room Specialist。这你听到这儿应该也能明白怎么回事了，对吧？一个是在 Product Zone 的 Specialist， 一个是在 Family Room 的 Specialist， 一个是售前，一个是售后。当然直接这么说有点不太对啊，但是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就好了。因为 Apple 不知道是不是把这个叫售后，但是也大差不差吧，就这个意思啊。当然那个时候 Product Zone 不叫 Product Zone，Product Zone 那个时候叫 Red Zone 啊，就是红区。红区是怎么回事呢？你看咱们又聊跑题了啊，没事，今天就冲着半个多小时聊吧。红区是当时我刚入职的时候也不知道，但是后来慢慢才明白，这也是美式文化的一种。因为美国喜欢玩橄榄球，也就是 soccer， 应该是叫那个吧，就是那种橄榄球嘛。橄榄球因为我完全不懂体育啊，别说不懂橄榄球，就体育都不懂啊，篮球、足球看不懂啊，不会看，也不知道为啥要看那玩意儿。当然知道为啥啊，就释放那种东西嘛，但是我好像没有那么多那个东西要释放，或者我释放到别的地方去了。好，不扯了哈。红区 Red Zone，Red Zone 是橄榄球里面的一个区域啊，那个区域是用来得分的，就像有点类似于，我不懂也硬说啊，就有点类似于这个足球射门，不对，足球射门是失分区吧？篮球扣篮，那个篮是扣一个篮就得一分吧，就这种感觉呗。啊，就有橄榄球里面有一个区域，在那个区域是得分区啊，那个区叫红区，叫 Red Zone。所以当年 Product Zone 产品区不叫产品，叫 Red Zone， 叫红区。当然当时没有人那么死乞白赖的把它翻译成红区啊，那个就是属于那种内部的专有名词，我们就把它叫 Red Zone 就好了。但是后来为什么改成 Product Zone？ 我非常赞同这种改变，因为你原来叫 Red Zone， 像我这种老员工也很难理解它的这个名字背后的含义，因为你这个太美式文化了。那既然 Apple Store 开到了全球各地，那不是每一个地方都那么喜欢玩橄榄球的嘛，特别是像中国大陆就不会喜欢。你叫这个名字，其实顾客没有办法很好的去理解你起这个名字的用意，所以就把它改成了 Product Zone， 就产品区。那这个一听就叫产品区，卖产品的嘛。那很多人就直接说销售嘛，对吧？就是销售区嘛，售前、售后嘛，啊，这个就比较清楚明了了。那这个就是聊一些区域的传统啊，比如说金 SPA 原来那个位置叫Family Room， 然后把那个One to One给砍掉了，撵出去了，然后吉尼斯 SPA 独占这个区域啊，然后当时叫 Family Room Specialist， 后来改成了 Technical Specialist 和 Technical Expert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吧。聊了半个小时啊，聊了点其他，也不知道聊点啥，但是我大概印象当中跟大家已经说明白了这个区域的硬件还有设置以及它的一些职位都是怎么样子的。那从现在开始呢，讲一些重点了，半个小时之后开始讲重点，不知道谁能看到这儿哈。金斯巴到底干嘛的？这个是重点，这个是重点，我想跟大家聊的。我既然能聊这个，
就是不太赞同大部分人觉得金斯霸就是一个维修跟售后的地方。我们不说远的，就说我做这个节目吧，其实很多的观众都在我的节目下方留言，其实这些留言当中有大概30%吧，30%左右啊，我自己感觉啊，都是来问我解决问题的，就是他是真的在使用产品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自己搞不明白的问题，然后才过来问我的。那很多时候我也解决不了，有一些我肯定也有解决不了的，我推荐他去这个 Apple Store。其实我能够隔着屏幕感受到，不是那么多人都直接都愿意去的，因为大部分人他不了解 Apple Store， 他觉得 Apple Store 就是一个售后的地方。对于他那个时候来讲啊，我去那儿就是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怎么回事嘛，或者为了修我的产品。那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当过用户，都当过顾客。你买了任何一个产品发生了问题，首先你都不希望它发生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它一旦发生了问题，虽然你说你有售后，但是我能不去则不去，我烦嘛，我还要舟车劳顿，还要过去啊，过去之后呢，能解决不能解决我还不知道。所以基本上能在网上搜一搜，能打个电话解决，最好都是这么解决了。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讲 Apple Store 希望你喜欢那里的人的原因。我看到过很多 Apple Store 的老顾客，经常去的顾客，他都是没事来看看我们呢，没事来店里转一转呢，散散步啊，然后顺便聊天，就顺便把问题解决了，有的时候顺便买了个手机。那我觉得这样来讲，对他就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就像您看我这个节目，如果你觉得看到半个小时还没聊到正题，那你其实早就该关掉我的节目了。甚至虽然我希望我的节目的订阅量再高一点，太小了，对吧？但是你如果真的是这种感觉，你说取消订阅，我也支持啊，我也支持。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来跟我聊天的啊，是喜欢我这个人讲述的一些故事的话，那其实你看个半个小时，其实没什么太大压力的。像我的很多观众都是在，比如他们跟我说，在雨中打伞散步的时候听我的节目，在开车的时候听我的节目，在做家务的时候听。我当时想象的那些场景，我是怎么服务你们的，然后我想象那些场景，后来我都从大家的评论当中收到了啊，这个心里面不知道有多暖了啊，这种感觉真的是无可替代的一种感觉。所以其实对 Apple Store 也是一样的，如果顾客对这家店本身产生了情感，你就不会在意说你产品出现了问题来一趟是不是很麻烦这件事情。而相反，很多问题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因为你经常去那里聊天，经常去那里逛一逛，可能你没发现的问题，你在跟员工聊天的时候，他先发现帮你解决了。这种案例在我工作的时候遇到的太多太多。那即便是问题先出现了，你也不会，由于你对他熟了，对吧？你对这个品牌的信任，你知道他一定会负责任的，你也不会那么着急着说，哎呀，我明天一定要去一下，一般不太会那么着急，对吧？你可能会行，这不是有这个小问题没解决吗？那下周等我再去那边逛一圈的时候，我顺便把它解决了就完了。你看这个就没有任何的压力了。所以说Genius Bar它在 Apple Store 设置的这个最初的理念，其实它也是作为整家店的一部分，它不是独立出来这家。我们说一家店就是卖东西的，不是。Genius Bar 也是在这家店里面的。我甚至你如果说 Apple Store 不是专门用来卖产品的，我都会认同你。当然我会问你一下，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为了给大家去讲这些区域跟职位，我把这家店拆成一块一块的，但是你再去分析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必须又把它整合成一个整体去看。Genius Bar 的设置我刚才聊过了，它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它的用户，更好的服务它的顾客而设置的，它没有直接想着我要去维修啊。所以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原来软件问题也可以去问 Genius Bar 的。你知道在 Genius Bar 解决软件问题全免费，1分钱不收的，连这个人工费都不收的，就一个工程师坐在旁边跟你聊20分钟，就为了解决一个软件问题，不要钱的。你到其他的授权维修点去，你试试看。所以你说它到底是一个专门搞维修的吗？其实不是。从我了解到的 Genius 的后台来讲，其实你知道我也有点喜欢技术，对吧？我在追一些 YouTuber 的时候，我也看一些维修师傅的视频。
有很多网上很著名的修电脑、修手机修得很好的，设备也很好。平心而论，我不觉得 Apple Store 的 Genius 或者是什么 Technical Specialist、Technical Expert， 我不觉得这些员工他在单纯的维修手机的技术上面能够比那些人好，可能差的挺多的，没有他们修的好。但问题是，你作为一个用户来讲，你有一个手机要去修的时候，你怎么保证你能够找到那个技术特别好的？这个你没办法保证的。所以我之前回复一个观众的留言，我就是说 Apple Store 的 Genius Bar 它的维修跟第三方到底差别在哪里？它其实就是用一些好的维修设备，真正我们叫原装的这个配件，以及非常非常严格的维修流程，这个太重要了，来去把因为不同的维修师的技术的会产生的维修质量的差异减到最低。这样的话，对于普通用户来讲，你如果真的只是为了到那儿去什么换个主板，那么普遍来讲，你到 Apple Store 是最靠谱的，因为它是靠严格的工作流程、高级的维修设备和仪器，还有这个真正原装的配件来保证你的。至于这个维修师傅他的手艺很高，或者是刚入门的徒弟，对你产生的影响其实微乎其微。可是你要到一个第三方的小店去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避免这个问题，你就只能凭运气了。你遇到一个老师傅，那真的是比吉尼斯吧里面可能修的还会好的，这有可能的，除非他搞不到原装配件，原装配件肯定是搞不到的啊。这个有言在先，只不过中国的这个供应链太强大了，这个咱们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你只有在授权维修点和 Apple 的直营店才能有原装配件，除此之外你是不可能有原装配件的，这个是绝对是真理啊！谁再跟你说我是原装配件，你都不要相信，除非他是 Apple 授权的维修点或者是 Apple Store 直营店，只有这两个地方有。当然现在欧洲那边又开放了什么自己修，这是另外一个，这又是小众话题，这个咱们也不聊了，对吧？别抬杠哈。杠精，我又想到了这个词，最近不是杨笠那个事情啊，特别流行。好了，我不能再发散了，快40分钟了啊。说回来，说什么来着？看我的节目的欢乐啊，主要就是在于嘲笑我这个记忆力哈。就是普通的用户啊，到 Apple Store 它的保证是最大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很多那个在网上发视频的维修师傅，他们的生意就会相对好一点呢？因为大家看到了，但是你也不能保证你把你的机器发给他让他修，真的就是他修啊，他旁边也带徒弟的呀。所以这个就很尴尬嘛哈。所以我觉得 Apple Store 的这个，你如果纯讲维修，它的意义其实就在这儿。但是这只是 Apple Store 设置 Genius Bar 的一个很小很小的原因。Apple Store 设置 Genius Bar 最大的原因叫做维护和顾客之间的关系，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说点流氓的这个，有点流氓的这个说法啊，就是说你带着一个坏了的设备来，本来你想修设备的，但是这个设备呢根本就没修好。但是呢，你的心情从刚来的时候那个气愤转成了开心。这个就是我们 Apple 的员工会给你鼓掌，会给员工鼓掌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东西就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比如说你换一个 iPhone 的屏幕要3000多块钱，那对于很多的用户来讲，它就相当于你没办法给我换，他付不起这个钱，换个屏幕就3000块钱，3000多，对不对？或者说他不是付不起，他就是觉得不值，他就不想花这个钱去。那这个时候你再怎么说 Apple Store 的直营店好，这个直营店在当下也帮不了你了，他绝对不可能给你一个300块钱的屏幕的，但这种屏幕在外面是可以的。只要你说我能看个亮就好了，什么 Retina 屏啊，什么高刷呀，什么防水我都不在意。现在我就是屏摔烂了啊，我就让它能显出字来，手按上去能反应，其他的都不 care 啊。你这个手机能让我继续用下去，屏幕别碎着就行了。你就这要求，你到 Apple Store， 对不起，帮不了你，你只能是这个手机怎么拿进来，怎么拿出去。
是吧？我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嘛，你只能到那些小店去碰碰运气，去修不好了再去，可能你要去个10次，那10次嘛，也就是3000块钱，一次300嘛。但是你到 Apple Store 可能一次3000块钱就搞定了，但是这个是我随便开个玩笑哈，不一定人家那边真的去10次。但是你来这边的意义呢，更多的是你可能会学会一些东西，你可能会交一些朋友啊，可能 Apple Store 的员工会跟你分享这个屏幕你为什么会碎，你怎么样保护它。可能你之前不知道有 Apple Care Plus， 那现在由于你来到了官方直营店，他告诉你有这个东西，你以后可以加入到年年换新，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啊，那这个是附加的价值。那比较所谓务实的人会说，你这个就是太水了啊。但是我个人认为，真正拥有智慧的人会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因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让你打开你的脑子，而不是说修好你某一台你手里的工具啊。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啊，你要喷也可以，但是我就是这么看的。所以说 Genius Bar 的主要目的永远是这个，所以我觉得你如果想听我的建议的话，不要对 Genius Bar 有任何的距离感。我曾经在早年看到过一个用户，他是三里屯店的一个老顾客，然后他在网上晒出了一张照片，是他拍的三里屯店所有的 Genius 的职位的员工的名片的照片。然后他就分享他的故事，他说我认识那家店里面每一个 Genius， 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跟他们去聊天。我觉得这个就是双赢吧，这个也就是 Apple 开设这家零售店的目的。换句话讲，如果我是一个 Genius， 然后你在线下认识我，然后经常到店里去看我，跟我聊天，那我做这个 YouTube 系列节目里面聊到的所有的内容，我们都可以面对面的去聊，我都可以面对面的告诉你，没一点问题啊。所以当然 YouTube 有 YouTube 的优势，因为很多人离得很远，他们那个地方没有 Apple Store，这是需要一个互补嘛，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对吧？所以 Genius Bar 不要对它有距离感啊，有点什么大事小情，做个预约，你如果年纪大的就当学习怎么用手机了啊，用什么微信小程序约个医院挂号你都会，你跟我说约个 Genius Bar 的维修你不会，对吧？只不过你不要把它当成是去做维修，啥事儿没有，约个 Genius Bar 坐到那边去聊聊天，问一下他。我这么说应该也不太好我这么说也是不太好，但是就是你有任何就是什么 iCloud 的问题，特别是对吧，这种软件上的服务上的问题，其实你去约一个Genius Bar一对一的跟你聊一聊，我觉得大概率上这个体验不会是差的当然这个人和人之间他也是有这个缘分的嘛你真的是碰到一个跟你这个八字不合的员工，你也有可能这个你就说这什么破玩意儿，这也有可能但是我建议你可以多试几次，搜集一下你旁边那家店每一个 Genius 的名片，然后拍个照片发给我。这可能是会成为我节目当中除了直播以外最长的一期，因为我还是希望跟大家在结束的时候讲2个故事，一个是早年的故事，一个是我今天刚刚发生的故事。在我刚入职不久，其实 Genius Bar 那个时候刚刚实行预约制你知道最早的零售店 Genius Bar 是没有人访问的。当然这个也是因为 Apple 的产品用户比较少，你就这么点用户，有几个人坏呀，是吧？也知名度也不高，所以那个时候呢，在美国的Genius Bar，我听到的故事是说还提供免费的依云矿泉水，就是邀请你来Genius Bar去坐一坐，竟然是这个样子。然后到后来呢，慢慢的就是人越来越多，然后接待不过来，为了双方更好的体验，就开放了这个Genius Bar的预约制。这个预约制的开放并不是从有 iPhone 的时候才开始的
其实是蛮后来，也可能跟 iPhone 有一些关系吧，就是本来也已经快饱和了，但是 iPhone 又发布了啊，那就是明显预计到可预见的未来肯定是应接不暇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采用了预约制。那我刚入职的时候，其实预约制刚刚在试运行，我记得应该是这样子啊。然后那个时候，我不是这个故事的亲身经历者，我是到第二天，在我们早上开会的时候，听我们的一个经理去讲述的这个故事。他说昨天晚上啊，这个快关店了，金丝坝呢一片祥和，没什么顾客。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个顾客拿着他的设备过来，想要寻求一些帮助。但是这位经理呢，就发现当时我们在金丝坝的一位同事，也不一定职位是什么啊，就跟他说，哎，我们有一个这个预约的流程啊，你要先做一下预约之后，然后我们这个工程师才能系统里匹配好，才能接待你。这个我觉得对于员工来讲这么说没有任何的问题。公司也是这么教导他的啊，这要告诉顾客有预约的概念等等等等。然后当时呢，这位经理在旁边看到了这个对话呢，就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啊？因为现在也没什么其他顾客，他这么晚了已经过来了啊，我们又有这点时间，那就直接接待他，也不要让他再去预约了。这个预约制，那后面这句话我觉得是这位经理的精髓啊，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开放这个预约的制度？开放预约的制度不是为了把顾客挡在门外，就是现在很多的顾客会觉得啊，你们这维修还要来约，太麻烦了，你就是不想让我来修，对吧？人之常情，会有这种想法。但当时那个经理就是在早会上就跟我们说，他说你们想一想 Apple Store 为什么要在金丝坝开放预约制？他说预约制不是为了把用户挡在门外，而是为了更好的为顾客服务。当然对于顾客来讲，你完全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你觉得你是预约给我造成了麻烦，但是对于一家零售店为你提供这家店面来讲，如果都是像您这样的顾客，你觉得我该怎么办？那你总不是说我有特权先给你修吧？那你爱去哪儿修去哪儿修了就，是吧？那公平的对待所有的顾客的情况下，为了双方的利益，肯定是要先来后到，要排号嘛。这个是人之常情嘛，所以预约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服务顾客。那么现在没有任何的这个其他顾客在，我们人都在那闲着也没什么事儿，然后这边这个顾客就在这儿，你现在用这个预约来去阻挡这位顾客享受到金丝坝的服务，这个是不对的。这个大概是这个经理的精髓。当时呢，我也非常的受震撼啊，我觉得这个是点醒我的这种感觉。我说，哇靠，原来 Apple Store 这么牛逼啊，想的这么人性化，这么厉害啊，好好向他学习吧。但是后来再往，这个是很早年啊，记得是2010年的时候啊。再往后来呢，包括现在你在问我，你问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好？其实也未见得，这个就是。case by case， 就是你要看当时具体怎么操作的，你也不能完全就是遇到了一个特例就打破预约的规则。我仍然还是觉得规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想聊的是，你一旦建立了一个规则之后，人们就很容易去遵循这个规则，而忽略规则背后的真正的原因。这个我觉得是人性。因为这样做你会比较省事儿啊，你不用再思考那么多，因为规则在这儿，任何事情来了你就往规则上靠，这个做法比较简单而已。所以人的大脑为了节能，他喜欢往简单的这条路上去靠。那靠习惯了之后，你就不再去想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了。那接下来这个第二个故事呢，是我自己身上的一个故事，它跟Apple Store 跟金丝坝可能关系不大，我只是想让大家有一点启发，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意识，什么时候应该遵循规则，而什么时候应该更多的去考量规则背后的用意。而重点在这儿啊，重点在你去考虑规则背后的用意的时候，并不代表你要破坏这个规则，这是我更想说的。那接下来给大家讲我今天遇到的一个案例啊。大家知道在北美，特别是在加拿大就是比较寒冷的地区，其实它人口数量非常少的。在这种小的城市当中呢，有一种交通规则，就是一条比较宽的
机动车道啊，在这里汽车在上面走，然后呢上面画了一条人行道。那这个时候呢，其实这条人行道它是没有红绿灯的，它上面只有一个警告灯。然后呢，如果有人要过马路，他可以按一下旁边的那个开关，然后这个警告灯就开始闪，提醒汽车有人要过马路。这个时候汽车就停一下，这个人就过去，然后汽车就正常走就好了。没有人过呢，这个灯不亮，你就直接过去就好了。那这个是人比较少啊，你如果是人多的话，就没办法用这种情况。那我今天早上送我们家孩子去幼儿园呢，我就遇到了这个情况了。这情况是这样，我知道前面有一个人行道，我也知道那边有一个警示灯，然后我开着，我后面还有一辆车跟着我，有2辆车跟着我。我开着，我就看到有一个老夫妻，他们要靠近这个路口了，已经站在这个按钮的那个地方了，只是他没按，他也在看我。我已经很接近这个人行横道了，他没有按那个按钮啊。好，注意规则是什么？灯闪了，你就要停下来。那现在他没按按钮，灯没闪，但是我已经看到这2个人可能打算要过马路了。而更重要的一个细节是，他们2个也看到我了，他知道我离这儿很近了，他们2个故意不按按钮，因为他觉得现在按的话，我已经离那儿很近了，我马上刹住车，这个对我的开车体验不好。他想让我先过去，然后让后面那个车的时候他再按这个按钮，就是互相为彼此着想嘛。然后那个时候我是怎么想的？那个时候我就想的，哎，反正你也没按按钮，我要送孩子嘛，也有点赶时间，那我就先过去了。我没有犯错，我是遵循规则的。那规则是我按着按钮停一下嘛，对吧？当然还有一个规则是你看到人要停啊，这个是我后面才想到的。然后我就过去了。过去之后呢，我因为比较好奇，因为当时我们有眼神交流了嘛，我比较好奇他会不会按。然后我刚一过去，他马上就按了。然后这个时候我通过我中间那个后视镜，我发现我后面的那辆车其实就是在他们2个没有按按钮的时候就已经减速停下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非常的觉得不好意思，我觉得我为什么就以这个灯亮不亮为借口，然后去抢占了行人的路权，没有让行人先过。因为行人有最大的使用道路的权益嘛，那汽车是排行第2的，只要行人要使用，你肯定要先让着行人。当然在交通规则允许的情况下啊，行人要这个横穿马路，这个不支持。那这个时候其实我就因为我有一个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想法是说，我要遵循规则，你灯没亮，我按照这个规则来，我就可以过去。然后我就过去了。那我就忘记了，就是说其实这个灯亮的目的是什么？这个规则为什么设立？这个规则是为了提示你这边有人，怕你没有看到，特别是晚上的时候，对吧？但是这个规则它最终的用意是为了让你让行人的。那你现在跟我说你看到了行人你不让，你以灯没亮为理由你过去了，你是不是让人觉得？而且特别是当然我知道那2个老夫妻也是想让我先过，我也领会到了，但我觉得这个不重要的。更让我觉得羞愧的是，我后面那辆车就直接停在那边了。你可以说他就是反正人家也不会再等他了，他有这个先见之明啊。但我觉得就不要这样想嘛。这个我今天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后面一路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就直接想到了吉尼斯巴这个设置的问题啊。所以我今天分享给大家的，我个人认为的一个精髓就是，不要像我这个样子。我们要做到的是既遵守规则，又明白规则背后的用意。我们是为了规则背后的这个初衷、这个用意来去遵守这个规则，而不是说为了遵守规则而遵守规则。如果是你因为规则背后的这个初衷、这个原因才去遵守的规则，那么这样这个规则就不会让你感觉那么的冷冰和生硬以及有距离感。这个规则就会让你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人性化、非常暖心的规则。但是如果你的眼中只有规则，而忽略了规则背后的用意的话，那这个规则对你来说可能就是一个绊脚石啊，就是一个让你会去仇恨的东西。而仇恨并不是一个让你会获得幸福的因素吧。好嘞，所以感谢各位啊，今天能看到这里。我看了一下时间，54分钟。我能不能再
问一下各位，有谁是看到底的啊？让我也知道一下。这是我第2次问你们，不强迫，不强求啊。就如果你真的能一路跟着我聊天，聊将近1个小时，然后听到现在，我只是想在留言区再对您表示感谢，谢谢。好，感谢各位的收看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